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自5月5号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出席中阿巴3国外长会，这也是秦刚担任外长以来首访8国。秦刚此行还出席了中阿巴3国外长会，不到1个月内，中方密集参加多场有关阿富汗问题的邻国外长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秦刚5号抵达巴基斯坦，当天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举行了会晤。阿尔维请秦刚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涉及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巴方期待同中方共同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方全力保障在巴中国人员和机构安全，愿同中方共同致力于阿富汗和平与重建。 秦刚向阿尔维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互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巩固发展双方铁杆友谊是两国历届政府的优先方向。 会后，秦刚还出席了将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旧馆舍赠予巴基斯坦外交部作为外交学院的捐赠仪式。中方与巴基斯坦外交学院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早在2019年，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3国青年外交官能力建设研修班就在巴基斯坦外交学院举行，共有40名3国青年外交官顺利结业。 秦刚在捐赠仪式上讲话时就表示，希望巴基斯坦新的一代外交官能够为中巴关系和友谊代代相传做出新的贡献。这座建筑曾经是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的馆舍，在这里，一代代的中国外交官，为中巴友好事业挥洒青春。如今，接力棒交到了 新一代的青年外交官手中，希望你们同样为中巴友谊、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这种诱拉美国对于中巴关系的一些离间，在巴基斯坦国内呢，有一些人呢。 在一些人士那里呢，形成了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声音，所以我觉得秦刚外长的这个举措呢，也是希望呢，巴基斯坦方面还是稳定的、坚定的，对中巴友好的这种信心，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据悉，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新馆于2015年交付使用，坐落于伊斯兰堡第2使馆区周恩来路1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是中国在海外占地面积最大的使馆。 出席旧馆舍捐赠仪式的巴基斯坦外交国务部长希纳也表示，巴中友谊久经考验，历久弥坚，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奉行对华友好，不但是巴基斯坦外交基石，同时也是巴基斯坦各族人民举国共识。希纳还在会上对中国政府帮助巴基斯坦从苏丹撤侨表示感谢，称这充分证明巴中友谊不但牢不可破，而且独一无二。 希纳提到的苏丹撤侨就发生在1周前，4月中旬，苏丹爆发武装冲突，中国海军南宁舰微山湖舰紧急赴苏丹港执行撤侨任务。国防部介绍，共从苏丹港撤离940名中国公民。应相关国家请求，中国海军军舰还搭载了221名巴基斯坦、巴西等国人员。 4月29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致谢声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随后在推特上转发了这条推特，并对此回复称：“患难见真情。” 秦刚此行还将出席中阿巴3国外长会，也受到外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秦刚4月13号才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出席并主持了第4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等好几场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对于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中方密集参加有关阿富汗问题的邻国会议，外交部发言人4号表示，当前阿富汗人民已经度过最困难时期，但仍面临严峻挑战，急需外界更多支持和帮助。 国际社会应加强同阿临时政府的接触对话，支持其重建发展，引导其包容建政、温和施政、睦邻友好，坚决反恐。
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和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都是开展涉阿问题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凝聚地区国家在阿问题上的共识。中方期待通过此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同阿巴两国就阿局势及三方合作等交换意见，扩大三国共识，巩固三方互信，携手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其实这表明了中国对于这个阿富汗问题的一个关注，也希望呢能够为推动阿富汗问题推动阿富汗早日走上正常的国家发展的一个道路，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个贡献。特别是呢，前期呢，其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呢也出现了一些局域，包括两国在边界地区甚至有一些交火的一些事件，这不利于地区局势的一个稳定。所以呢，秦国委的这次活动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表达了中方的一个努力和意愿，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来推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方面能够加深信任与合作。今年4月12号，中方发布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次日，秦刚就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出席并主持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系列国际会议。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当时对秦刚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阿富汗的政治支持，阿方赞赏并欢迎中方发布阿富汗问题的立场文件，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损害中国利益，将全力保护中国驻阿机构和公民安全，希望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阿中经贸合作。当时发布的第二次中俄巴伊四国外长阿富汗问题非正式会议联合声明达成多项共识。四国外长强调，北约国家应为阿富汗当前困局负主要责任，应为阿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机会，应立即解除对阿单边制裁，立即归还阿海外资产，使之用于阿人民。外长们还表示，坚决反对那些对阿当前局面负有责任的国家在阿富汗及本地区再建军事基地，这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动辄以西方标准评判和干预其他国家制度，也不要图谋在阿富汗和地区重置军事力量，更不要知恐用恐。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访问巴基斯坦，并主持召开中巴阿三方会议，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我认为自美军撤出阿富汗以来，当地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人道主义灾难，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饥荒。5月2日，联合国警告，超过2800万的阿富汗民众需要国际援助。这些援助不是说让他们获得清洁的饮用水，或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是让他们能够活过今年。原文是 survive this year。600万阿富汗人已经挣扎在食物短缺的死亡边缘，因为战乱，因为持续的干旱，但在根本原因上，美国难辞其咎。2021年8月，拜登政府冻结了阿富汗央行在美国境内超过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本可以购买阿富汗急需的食物和医药。同时，美国对塔利班政权的制裁严重阻碍了国际组织在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发放，直接切断了阿富汗人求生的希望。根据联合国数据，2023年对阿富汗4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救援计划中，目前仅落实了2.94亿美元，缺口高达94%。在美国近乎于种族灭绝的制裁和封锁之下，阿富汗谈何秩序、谈何稳定，又谈何发展？国际社会可以对塔利班持各种各样的立场，可以围绕阿富汗的地缘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大国博弈，但我们必须要有最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中国不是美国，我们能看到任何宏观的战略到最后都是为了解决最微观的人的问题。中国不会坐视美国的残酷行径，而世界也将在阿富汗问题上看到中国和美国有着怎样的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也将在阿富汗得到历练和证明。